可以吃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故事呢？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薯条、番茄酱分开旅行的故事。他们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分开旅行呢？先说一下我今天要吃什么，因为要吃薯条。My favorite 松露薯条。你们喜欢松露薯条吗？通常松露薯条都是会加 truffle oil， 然后或者是还有松露酱。大人的成熟风味，小朋友会不会不喜欢松露的味道？我觉得松露好香哦。薯条真的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。看到我第一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胖了应该有10公斤吧。回来机场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不得我。那谁的？然后开始讲故事了。薯条跟番茄酱一直以来都是天作之合，绝配。有薯条的地方就会有番茄酱，有番茄酱的地方就会有薯条。可是有一天，番茄酱突然跟薯条说：“薯条，我必须跟你说，我要走了，我离开你，我要一个人单独去旅行。”薯条讲说：“啊，要一个人去旅行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绝配，天生就要在一起吗？”番茄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不知道怎么让你了解这件事情总之，我觉得你已经把我视为理所当然太久太长时间了，我已经受够了。你每次来沾我的时候，我都不觉得你真心的在意我是谁，你好像觉得我就是一个要一直在那里等着你的人，我并不觉得你打从心底在意我，珍惜我。”薯条整个人 shocked。I don't understand， 我不明白我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啊！番茄酱跟薯条 ，ketchup and fries， we are a team， 我们是一个团队耶。番茄酱摇摇头，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，你一直都有我陪着你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你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觉得我必须找出这个答案，我要去找到我是谁。就这样，番茄酱踏上了环游世界的一个人的旅程。他尝试搭配鸡蛋，没有跟他搭配过，试试看，还搭配了谁？汉堡这样子多肉多汁咸香咸香的新朋友，他甚至还跟寿司相处过一段时间，但是过程不是很美好，所以最后还是果断的分开了。薯条这边他要开始学着过没有番茄酱的日子，他也尝试了新朋友，比如说沙拉酱 ranch dressing， 比如说 mustard 芥末，他甚至尝试了 soy sauce 酱油，太奇怪了，所以只有试过一次。在这些新尝试当中，坦白说，番茄酱跟薯条在世界的两端都感觉很新鲜、很刺激、很有趣。为什么？ Everything felt new and different。然而，当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薯条首先觉得越来越奇怪了。他想，虽然说 mustard、soy sauce、ranch dressing、沙拉酱、芥末酱，甚至是酱油，他们都各有各的特色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人像番茄酱那样酸甜的特殊滋味，把我的外皮的酥脆带出一个绝妙的 balance， 别人都办不到，只有番茄酱可以。而番茄酱这边呢？番茄酱发现，无论他尝试跟多少不同的食物搭配，好奇怪哦，都没有他跟薯条一起的时候那种自在的快乐。自在这种东西很有趣，你拥有的时候，你不会特别有什么感觉，通常都要是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失去那个自在的感觉的时候，你才会突然间觉得，原本那个环境，原本那个人其实很重要。这就是番茄酱现在的感受。所以说，薯条跟番茄酱，他们在世界的两端都开始想念有彼此陪伴的生活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竟然就这么巧的在一家餐馆相遇了。相遇的瞬间，两个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沉默胜过千言万语。A silence spoke louder than words。番茄酱首先开口，我本来以为我需要找到我自己，我是有找到没错，但我又发现其实这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我现在觉得，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遇到一个人，在那个人身边你可以自在的做自己，而且喜欢那样的自己，如果可以遇到这样的人，是很幸福的。薯条微笑着说，多亏了你决定单独去旅行，才有机会让我去思考我以前都忽略的事情啊。原来我其实真的有点把你视为理所当然，因为我就是太执着的相信我们就是一辈子注定要在一起啊，反正又没差又没关系，所以到最后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在意你，也没有很重视你的感受。在这些分开的日子里面，我有机会去认识到你对我有多重要。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是我们的选择。现在
我要选择你，因为你是那个可以让我变好的人。那你呢？你也想选择我吗？番茄酱听到这个话，脸都红了。好险，他本来就是红色的，所以看不出来。他心里想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啊！原来被看见、被真诚的对待是这种感觉啊！好幸福啊！从这一天起，薯条跟番茄酱又变成绝妙的搭配，形影不离二人组。但是这跟以前是截然不同的情况，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是理所当然要在一起。 No， 他们是因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选择好好的在一起。故事讲完了，甜点时间又到了。今天要吃日式焦糖布丁，我很喜欢吃布丁，吃布丁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我心中的布丁的第一名是大稻埕那个换孙家的日式焦糖布丁。今天的 takeaways 是 meant to be 这个概念，我觉得本质上是很浪漫的。两个人到最后可以走到一起，然后觉得彼此都非常的适合，这简直就跟彗星划过天空一样的稀有。毕竟我们走在路上，常常是不顺眼、不对眼的居多，能够看得上眼，到最后会发现彼此很多地方都很契合的，真的是很稀少。当你碰上了，你会觉得天哪，我真的这么幸运吗？真的被我碰上了。那样的瞬间，晕船晕的合情合理。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深入讨论这一块，我们就回到讲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部分，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。就如果你觉得在情感关系当中，对方好好哦，总是可以在你一回头你就看到他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微笑的等着你；在你最沮丧、怀疑自己、怀疑人生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微笑的、坚定的看着你，成为你最温柔的港湾，拥抱你。你觉得怎么这么棒？那都是他的选择，他不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关心你，应该要把你的需求摆在他自己的需求前面，应该要随时为你 ready。没有，那都是他的选择。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别人的选择，那很可能就有一天突然之间，就像番茄酱今天会说，我今天要离开你的薯条，因为那是他的选择，所以他也可以选择不要啊。你就突然间大梦初醒，发现对不起，我之前太自私了，我都 take it for granted， 我把你的付出、你的存在、你的无尽的等待，我把它当作本来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相爱，因为你爱我，所以那是应该的。这样就会出大问题，你到最后就会像薯条一样很 surprised， 甚至很 shocked。怎么会这样？他要离开我了，为什么？然后你可能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，因为 it's too late， 已经太迟了。当我们开始不觉得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才有机会去看清楚对方真正的模样，才有机会去认识、理解到对方的需求。那我们才有机会去学习怎么互相，能够彼此互相的情感关系才是成熟又健康的。那这不就是生活当中最值得珍惜的事情之一吗？我们碰到了一些人，这些人他们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们在他们身边觉得很自在，所以我们选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那既然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应该要善待这些选择，因为没有人喜欢默默的付出然后被视为理所当然，没有人喜欢不断的隐忍退让，也不可能有人会说我不求回报，我只要付出就好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看见、被珍惜、被尊重。既然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就不要让这个选择日后可能成为自己或是对方的伤害。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一样英文的故事版本我们放在 podcast， 然后我们下礼拜见咯，拜拜。